如果中国真的动手打台湾，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你我都想知道，北京想知道，华府想知道，东京也想知道，首尔也想知道，坎培拉也想知道，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看着。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太复杂，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公开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直到2023年1月9日那一天，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圈被一颗重磅炸弹震动。美国最顶尖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就是 CSIS 联合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计划，公开发布了一份足足160多页的报告，名叫《下一场战争的第一仗》。在这份报告里，他们把中国攻打台湾的场景在电脑兵推台上跑了整整24次，从最乐观到最悲观，从速战速决到拖入泥沼，每一种可能性都被一遍遍演练。然后接下来的2年里， CSIS 和 MIT 又陆续跑了核武兵推15次，海上封锁兵推26次，3个项目加起来总共65场兵棋推演，65个平行宇宙里的台海战争，65个不同版本的胜负答案，最后得出的却是同一个冷酷无情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出来，你可能会愣住，所有人都输。是的，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哪怕台湾在绝大多数场景里成功挡住了解放军的登陆，哪怕美日联军最后守住了第一岛链，但是付出的代价惨烈到让五角大楼的将军们都不敢看下去。而中共如果铤而走险，等待他的不是统一大业的历史荣光，而是党国根基的彻底动摇。台湾本身呢，就算赢了，经济也被打到稀烂，半个世纪的繁荣一夕之间荡然无存。日本卷入其中，本土遭到飞弹洗礼，韩国吓到不敢出兵，东南亚各国纷纷站队，世界经济瞬间损失10兆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整整 10%。 这是什么概念？比2008金融海啸加上新冠疫情加上俄乌战争加起来还要惨。所以你说谁输？大家一起输，没有例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挖一挖，这份被军事爱好者奉为圣经的兵推报告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65次推演的结果如此一致？为什么华盛顿和北京其实心知肚明，这场仗不能打，也打不起？为什么习近平在所有挑衅言论之外，真正的战略选择始终是等待和拖延？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比战争本身更加震撼的真相。让我们先从这个 CSIS 兵推团队的背景说起。主导这个项目的是一位叫做马克·坎西安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他在五角大楼工作了20多年，是美国军方公认的战略推演大师。他的搭档包括他儿子马修·坎西安，麻省理工博士，也是兵推专家，还有 MIT 安全研究计划的首席研究员艾瑞克·黑根波坦，这位是研究中国军力的顶级学者，几乎所有美国国防部的对华战略评估都会引用他的数据。3人组队，外加数十位现役和退役将领，加上学界泰斗，组成了一个史上最豪华的兵推团队。他们选定的场景时间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为什么把场景设在今年？因为这是美方情报界普遍认为解放军最早具备全面攻台能力的时间点，也是习近平在第3任期关键阶段可能采取行动的窗口期。他们设计的基准场景是这样的：中共在发动战争前数月开始集结兵力，总共动员200万解放军，以登陆舰为先导，运输舰紧随其后，再征用大量民用船只，组成超大规模的2栖舰队，跨越13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对台湾西部海岸发动全面进攻，同时用导弹和空袭瘫痪台湾的指挥系统，摧毁机场跑道，炸掉雷达站，打沉港内的海军舰艇。美国得到通报后，立即启动印太司令部的反应计划，从关岛起飞轰炸机，从日本派出战机，从夏威夷调动舰队，从本土增援陆战队。日本由于琉球群岛和本土基地直接受到威胁，被迫加入战局。澳洲和英国则提供有限的后勤和情报支援。整场战争的决定时间3到4周。好，舞台已经搭好，演员已经就位。现在我们来看24次兵推跑出来的恐怖数字。在绝大多数场景里，战争打到第3周，美军的损失是这样的：10到20艘大型水面舰艇沉没，其中包括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没看错，是2艘航母。1艘航母搭载5000名水兵和近100架战机，
这意味着一夜之间，美国海军可能损失上万人和近200架舰载战机，再加上日本加手纳基地以及关岛安德森基地遭受弹道导弹攻击而被摧毁在地面的战机 CSIS， 估计美方总共会损失200到400架军机，地面阵亡人数至少3200人。3200人是什么概念？等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了20年，阵亡总数的近一半，在短短3周内全部发生。CSIS 甚至特别在报告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后续赶到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将会在跑道两侧看到整批被推到一边的美军和日军报废战机残骸，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更恐怖的是 ，CSIS 指出，美军 90% 的飞机损失发生在地面，不是空战，而是被解放军的东风飞弹群直接砸在跑道上。整排的 F-35 来不及起飞就被炸成铁皮，这就是 CSIS 报告里让五角大楼最头痛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看其中一场具体的兵推走势，让你感受一下整个过程的紧张节奏。第一天清晨5点，解放军火箭军发动第一波打击，超过1000枚短程弹道飞弹倾泻而下，目标是台湾的雷达站、机场跑道、海军基地、国安局指挥中心。同一时刻，东风21D 和东风26反舰弹道飞弹锁定西太平洋的美军航母战斗群。第一天下午，解放军2栖舰队从福建沿海多个港口同步出发，数百艘登陆舰加上征用的滚装船和大型邮轮，组成跨海作战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第二天凌晨，第一波解放军部队接近台湾西岸，但是台湾机动部署的雄风反舰飞弹和岸基的天弓防空飞弹开始发威。CSIS 模拟显示，这一波就让解放军损失了将近一半的2栖舰艇。第3天，美军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发射远程巡弋飞弹，精准打击解放军的指挥节点。第4天起，战局进入惨烈的拉锯战，滩头争夺、制空争夺、制海争夺，每一个小时都有数百人死亡。一直到第3周，解放军才终于认清登陆失败的事实，战争逐步降温，但是双方都已经元气大伤。这就是 CSIS 报告里描绘的台海战争真实样貌，不是电影里的英雄主义，而是工业化规模的相互毁灭。中国这边呢，基准场景下，解放军会损失多达155架战机、138艘各类舰艇，包括几乎全部的2栖登陆舰队。地面登陆的解放军部队里，估计有约7000人阵亡或重伤。海上沉没的运兵船则会导致大约15000人丧生于海中，其中半数确认死亡。换句话说，光是登陆第一波，解放军就要付出至少2万条人命的代价，而且绝大多数是被困在沉船里来不及逃出来的。这是抗美援朝以来中共军队单次战役可能遭受的最惨重损失。中国海军辛苦建设30多年的2栖舰队，会在短短几周之内被打到接近全灭。CSIS 报告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战后的中国海军，就是支离破碎。台湾这边呢，空军几乎被打残，海军基本全灭。地面部队虽然凭借地形撑住了，但平民死亡无可避免，地会达到数千甚至上万。整个台湾的电网被炸到大面积停电，港口被堵塞，炼油厂起火燃烧，机场跑道千疮百孔，半导体工厂全部因为断电和震动受损严重。CSIS 的经济学家估计，台湾 GDP 在战后第1年将直接萎缩 40% 以上，但是这些数字还只是动能战争的部分。CSIS 和 MIT 在后续的兵推迭代中还加入了网络战和资讯战的变数，结果发现第一枪可能根本不是飞弹，而是键盘。在他们的高拟真兵推里，战争爆发前72小时，中共国家安全部和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就会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的金融系统，断掉电力公司的内部网络，灌爆政府机关的伺服器，散播假冒总统府的紧急疏散令，制造全社会的恐慌和混乱。同时，解放军的水下无人载具会去切断台湾到日本、菲律宾的海底电缆，让台湾对外通讯瞬间断掉。CSIS 的模拟显示，这一波灰色开战可以在台湾造成数小时到1-2天的指挥真空。如果台湾社会没有准备好应对假讯息和断网，就会在解放军登陆舰还没到达之前，先在内部崩溃。这就是为什么 CSIS
强烈建议台湾不只要强化硬实力，还要强化软韧性，包含资安教育，包含媒体识读，包含备援通讯系统，包含分散式电力储存。一个准备充分的台湾社会可以让中共的灰色开战失效，一个准备不足的台湾社会可能不需要打仗就先乱了。最让人震惊的不是这些数字本身，而是这些数字是在台湾方面赢了战争的前提下出现的，也就是说，这是最好的情况。如果有任何一个关键条件没有满足，比如美军援军来晚了，比如日本拒绝提供基地，比如台湾自身防御崩溃，那么结局就会彻底反转。CSIS 特别跑了一个极端情境，假设台湾完全没有外援，独自对抗解放军。结果是这样的，解放军以重型主战坦克为先导，从台湾南部的沙滩登陆，沿着河流和山脊线一路向北推进，在10周之内打到台北总统府门口，台湾全境沦陷。在这个版本里，解放军总共投入了230个营的兵力，几乎是倾巢而出，但是最终达成了统一目标。CSIS 用这个极端场景告诉我们一个冷酷的事实，台湾单靠自己不可能挡住解放军，美国的介入是台湾存活的唯一保证，但是美国介入也不是按个按钮就好。CSIS 提出了4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少一个都不行。第一个，台湾自己要顶住，至少撑住北京想要的速战速决时间表，不能让解放军轻易拿下滩头阵地。第二个，没有所谓的乌克兰模式，因为台湾是个岛，美国没办法像援助乌克兰那样用陆运慢慢送武器，必须一开战就直接派遣军队参战。第三个，美军必须能使用日本的基地，特别是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否则作战半径根本够不到台海。第四个，台湾必须在开战前已经部署了大量远程反舰飞弹和岸基防空系统，这4个条件缺一不可。CSIS 的报告里特别强调，这不是建议，是必须。任何一个条件失守，整个防御体系就会像骨牌一样垮掉。这就引出了 CSIS 报告里那个最著名的战略建议——豪猪战略。台湾不应该追求建造昂贵的大型军舰和先进战机，因为这些东西在解放军铺天盖地的飞弹攻击下根本撑不过开战第一天。台湾应该变成一只刺猬，把所有资源投入到大量便宜的机动隐蔽的不对称武器上，地面发射的反舰飞弹可以装在卡车上到处跑的那种，携带式肩射防空飞弹，给每个士兵发一个海上水雷，把整条海岸线变成死亡禁区。无人机，蜂群式的便宜无人机，源源不绝地对解放军登陆船进行自杀攻击。CSIS 的计算显示，光是这几样武器组合起来，就能让解放军的2栖舰队在跨越海峡的过程中损失过半，登陆成功的部队也会被困在滩头无法扩张。这也是为什么 CSIS 报告发布之后，台湾立刻加大了对鱼叉反舰飞弹的采购力度，刺针肩射防空飞弹也大量补货，海马斯火箭系统也成为国防部的优先项目。豪猪战略不只是学者纸上谈兵，已经变成台湾国防的核心方针。说到豪猪，这几年台湾的全民国防意识也跟着抬头，像是黑熊学院这类民间单位每周都在开课，从辨识解放军制服到战场急救到城市巷战，课程一上线就被抢光。普通家庭也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准备干粮储备，准备地下室加固。台湾全社会正在用日本面对地震、瑞士面对战争的标准，慢慢往战时体制靠近。CSIS 的报告里也特别提到，民间韧性是下组的重要一环。如果北京看到的是一个全民武装的台湾，而不是一个4分5裂的台湾，他动手的意愿会大大降低。换句话说，每一个在民防课程上认真学习的台湾公民，都是在为这片土地加一层装甲。而且不要忘记， CSIS 的兵推里有一个关键的盟友角色，就是日本。日本要不要参战，几乎决定了整场战争的胜负。CSIS 模拟显示，如果日本拒绝让美军使用本土基地，美军的作战半径会被砍掉1半以上，美军援助台湾的时程会延后7到10天，而这7到10天就足以让解放军站稳滩头。但是如果日本全面参战，提供嘉手纳，提供横须贺，提供延国，甚至自卫队直接派舰艇支援，
那么解放军登陆的成功率就会被压低到不到 10%。所以你会发现，过去这几年日本的动向非常关键。安倍晋三生前明确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岸田文雄任内把国防预算翻倍提升到 GDP 的 2%， 石破茂上台后继续维持这个方向。2026年日本国防预算正式突破10兆日元大关。为什么？因为日本看到了 CSIS 的兵推，知道如果不全力协防台湾，下一个被打的就是琉球，就是九州，就是本州。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铁则，唇亡齿寒。说到这里你会问，那中国有没有办法绕过这个豪猪陷阱？比如不直接登陆，而是用海上封锁把台湾慢慢饿死。这就是 CSIS 和 MIT 在2025年发布的第2份报告《黑暗中的台湾》，模拟中国对台湾的海上封锁。这个项目跑了26场兵推，得出的结论同样让人不寒而栗。海上封锁确实是一个比直接登陆风险低一些的选择，但是它也绝对不是低成本选项。在最低升级程度的场景里，中国只派出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拦截商船，但这种行为立刻会触发美国和盟友的反应，他们会派护卫舰组成商船队，强行突破封锁。每一次护卫舰遭遇海警船的对峙，都有可能擦枪走火，把局势瞬间升级到全面战争。在中度升级场景里，中国海军正式参与封锁，台湾和美方的反应是组织护航舰队，类似2战大西洋护航的方式。CSIS 估计，这种情况下，台湾和美方总共会损失超过100艘商船，这对全球航运业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双方还会损失数百架战机和数十艘军舰。在最高升级程度的兵推中，有2场直接打到了极限，美军导弹打到中国大陆，中国导弹打到日本和关岛，战争范围从台海扩大到整个西太平洋，死亡人数从几千人飙升到数万人。在这些高升级场景下，美国的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发射远程巡弋飞弹，前舰在中国沿海伏击解放军舰队，战术飞机和水面舰则扮演次要角色。整场战争打下来，中国的军事资产被打得元气大伤，而且封锁本身对台湾社会的冲击可能比直接战争还要惨。CSIS 模拟了一个零基线场景，也就是台湾完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封锁开始后第8周，因为天然气存量耗尽，全台电力供应从 100% 降到 20%。第9周，煤炭存量也撑不住，电力进一步崩溃，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紧急服务。第26周，粮食问题还没成为主要威胁，但是石油已经用完，电力降到仅 16%， 意味着一个半年的封锁就足以让台湾社会回到工业革命前的水准。但是 CSIS 也指出，如果台湾事先做好准备，比如恢复核电，比如储备煤炭，比如强化能源韧性，到第8周还能保持 80% 的供电。同样的封锁时间，准备与不准备的差距就是这么大。这对台湾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提醒。能源结构的转型如果没有同步建立韧性，暂时就会变成致命弱点。更让五角大楼警惕的是， CSIS 在2024年12月发布的第3份报告，这次和 MIT 合作，研究的是核武器。没错，核武器。15场核兵推全部围绕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情况下中共会考虑使用核武？结果让人毛骨悚然。在15场核兵推当中，有12场中国队都遭遇了入侵失败的危机。当解放军的攻台行动濒临崩溃，中共政权的存续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几乎所有扮演中国决策层的研究员都开始严肃考虑升级到核武。最终有7场中国队真的建议使用核武。接下来的反应更可怕，在这7场里，美方的反应是这样的：2场美国选择退出冲突，接受中共在台湾建立一块飞地；1场美国以全面核反击回应，结果还是让中共在台湾站稳脚跟；3场美国以核武攻击中国价值目标，也就是城市，最后演变成全球核屠杀；1场美国以核武攻击中国军事目标，这场演变成局部核战。注意听这个结论，在所有15场核兵推当中，没有任何一场让美国或中国取得完整胜利，所有的胜利都是部分胜利，所有的结局都是惨胜或者惨败。这就是兵推学里所谓的孤注一掷现象。当一个政权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核赌博，
因为输了也是死，赌赢了还有翻身机会。CSIS 给出的建议是，美方真正的威慑不应该是核反击的恫吓，而应该是更有弹性的外交方案，给北京一个下台阶，让他不至于走投无路。换句话说，最危险的不是中共太强，而是中共太弱。当解放军打到动摇政权的程度，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过去美国国防部的传统思维。过去大家都认为中国越强越危险，但是 CSIS 的兵推说中国越弱越可能孤注一掷，这就要求美国在下组战略上必须留下一条给对手认输的台阶，而不能把对手逼到绝境。说到核武器这个议题，我们不妨往历史深处再看一眼。冷战时期，人类其实已经数次走到了核战边缘，每一次都是千钧一发。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13天之内全世界差点毁于一旦，最后是甘乃迪和赫鲁雪夫在最后一刻同时退让。1983年北约执行优秀射手演习，苏联误判美方真要发动先制核打击，差点按下按钮，幸亏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在最关键时刻判断雷达警报是误报，没有上报，这才避免了第3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核战从来不是某个疯子按钮引发的，而是一连串误判和恐惧层层叠加的结果。CSIS 的核兵推之所以让专家们夜不能寐，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台海冲突一旦升级到动摇中共政权的程度，那种千钧一发的情境就会重演，而且决策时间只有几分钟到几小时，根本没有冷战时期那种数天的缓冲。现代高超音速武器把核打击的预警时间压缩到极限，这也是为什么 CSIS 再三呼吁华府和北京一定要建立直通的危机通讯热线，而且要定期演练，否则一旦真的进入核交锋边缘，没有沟通管道就等于没有刹车。更令人警惕的是，中共的核战略这几年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中国一直坚持最小化核威慑，核弹头数量维持在200到300枚左右，采取的是不首先使用政策。但是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评估，中国现在以每年新增约100枚核弹头的速度扩张，预计到2030年将拥有1000枚以上的核弹头，到2035年可能达到1500枚。这个数量级的扩张意味着中共正在从最小化威慑转向实战化能力。CSIS 的研究员特别担心的是，当核弹头数量足够多的时候，中共决策层对于使用核武的心理门槛可能会降低。而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更是直接警告，中国新建的数百个固定发射井可能不只是用来威慑的，而是准备在常规战争打不过的情况下作为翻盘手段。这正是 CSIS 合兵推重那12场危机的根源所在。OK， 我们看完了3份报告65场兵推的核心数据，现在来回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动手？第一个原因，地理。台湾海峡看似只有130公里宽，但这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两栖登陆的海域之一。海峡常年有2个季风季，从11月到3月是东北季风，浪高3到5米，能见度极低。从6月到9月是西南季风加台风季，海象更加危险。真正适合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时间窗口只有2个，分别是4月到5月还有10月，每个窗口大约4到6周。也就是说，整整1年里，解放军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可以发动全面登陆。而这2个窗口期，台湾方面早就盯得死死的，任何不正常的兵力集结都会被卫星和雷达第一时间捕捉。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跨越的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34公里，已经是史上最复杂的军事行动。台湾海峡宽度是诺曼底的近4倍。1944年之后80多年，全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抢滩登陆。最后一次有规模的对抗性两栖作战是1950年的仁川登陆，距今已经75年了。中共如果发动攻台，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两栖作战，比诺曼底至少难3倍。第二个原因，台湾的地形。台湾西部沿海有14个适合登陆的滩头，但是这些滩头背后几乎都是密集的城市群，后面是河流，再后面是山脉，根本没有宽阔的纵深可以让装甲部队展开。CSIS 兵推模拟发现，就算解放军成功登陆，他们会立刻陷入逐城逐镇的巷战，
每攻下一个社区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中共中央军委自己的内部教材《科学战役学》里都承认，渡海和登陆阶段比登陆后的地面作战还要困难。换句话说，连解放军自己都知道这仗不好打。再加上台湾中央山脉把整个岛屿分成东西两半，就算解放军占领了西部平原，要翻过3000多米的山脉打到东部，难度等于再打一场高原战争。整个台湾岛从南到北只有394公里长，但是高低落差就有近4000米。这种地形拿给任何一个专业的军事学院研究，得出的结论都会是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第三个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细盾。台湾制造了全球先进制程晶片的 90% 以上，台积电一家公司就掌握了全世界 AI 晶片和高端电子产品的命脉。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如果中共攻打台湾，台积电的工厂会在第一天被炸毁或者被内部破坏，就算战后修复，至少需要3年和200亿美元才能重建一座新厂。而这3年里，全世界包括中国自己都会陷入晶片荒。台湾本身 GDP 第一年萎缩 40%， 中国 GDP 萎缩 8.9% 到 16.7%， 美国萎缩 3.3% 到 6.7%， 全球 GDP 直接损失 10%。 这个数字什么概念？意思是中国发动战争的代价是把自己整整10年的经济增长一笔勾销。中共自己心知肚明，习近平的合法性根基就是经济发展，一旦战争把中国经济打回10年前，党内的反对势力会立刻反扑。更别说台积电的工厂如果落入中共手里也没用，因为那些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需要荷兰 ASML 的极紫外光刻机，需要美国的设计软体，需要日本的特殊化学品。没有西方供应链，台积电的工厂就是一堆铁盒子。所以中共拿下台湾不是拿到摇钱树，而是拿到一个全球封锁的标靶。细盾的威力还不止于此，全世界的智慧手机，全世界的电动车，全世界的 AI 伺服器，全世界的航太电子，全部依赖台积电。一旦台积电停产，苹果手机、特斯拉电动车、辉达 AI 晶片全部断供。苹果公司会在3个月内现金流崩溃，特斯拉的产线会在2个月内全部停工，辉达的 AI 晶片更是直接归零。美国科技股会出现史无前例的崩盘，可能比1929年大萧条还惨。中国呢，以为自己有华为，有中芯国际，可以自给自足，大错特错。中芯国际最先进的制程也只到14奈米，连华为现在用的麒麟晶片都生产不出来，更别说 AI 训练需要的5奈米、3奈米。所以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承受得起台积电停产，这就是细盾的真正威力。它不是只保护台湾，它是把全世界都锁在了同一艘船上。第4个原因，习近平自己的军队靠不住。从2023年开始，习近平对解放军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先是火箭军司令李玉超被拿下，接着是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然后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被调查。据西方情报估计，习近平至少清洗了1半的高阶将领，原因是腐败，是贪污，是把核燃料偷偷换成水的那种荒唐腐败。一支自己连飞弹里都灌水的军队，你敢让他去打跨海作战吗？习近平自己都不敢。所以你会发现，过去3年习近平嘴上一直在说统一必须完成，但是行动上一次比一次谨慎。美国国防情报局甚至评估，这一波清洗已经实质拖慢了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部分新武器的部署时程被延后了2到3年。换句话说，每清洗一个将领，就等于把攻台计划往后推1年。第5个原因，俄乌战争给了北京一个惨痛的教训。普丁本来以为3天拿下基辅，结果打了3年，俄军伤亡超过100万人，经济被制裁打回1990年代。习近平看在眼里，怎么可能不警惕？台湾比乌克兰距离中国更远，地形更难打，民众更团结，美日同盟也更强。如果普丁的闪电战会变成3年泥沼，习近平的台海战争很可能会变成党国覆灭的导火索。CSIS 的研究员在访谈里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看到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全力支持，到后来的低调保持距离，这本身就说明北京从这场战争里学到了什么，学到的就是
不要轻易启动一场你不能100%掌控的战争。第6个原因，国际社会的反应远超北京预期。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强度，封锁 SWIFT 系统，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3000亿美元，撤资、撤企业、撤人才。这些手段过去从来没有用在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上。北京突然发现，原来西方真的会这么做。而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依赖度远远高于俄罗斯。俄罗斯靠卖石油、卖天然气还能勉强支撑，中国靠的是出口制造业。一旦全球供应链和金融系统对中国关门，中国经济会立刻陷入崩溃。彭博估计，类似规模的制裁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是俄罗斯的5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现在拼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拼命囤积黄金储备，拼命建立和俄罗斯、伊朗的能源管道，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手，制裁会立刻砸下来。第7个原因，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架构越来越紧密。AUKUS 就是美国、英国、澳洲3国军事同盟，正在帮澳洲打造核动力前舰舰队。QUAD 四方安全对话包含美日印澳，每年举行联合军演。日韩2国这几年也罕见地解冻历史恩怨，在美国的牵线下建立3边安全合作。菲律宾更是把9个军事基地开放给美军进驻，其中3个直接面对台湾，连过去保持中立的越南也开始默默和美国深化海上合作。这整个围堵中国的同心圆正在收紧，而中共动手攻台只会让这个同心圆变成不可破解的铁幕。CSIS 的兵推也测试过这些变数，发现只要日本、菲律宾、澳洲、韩国4国当中有任何2国全力支援美军，中共攻台的胜算就会跌到 5% 以下。第8个原因，台湾社会本身的抵抗意志，这是很多分析师忽略的一个因素。过去10年，台湾本土意识持续强化，主张武力统一的人口比例在台湾已经降到 5% 以下，主张维持现状或者独立的人口加起来超过 90%。一旦战争爆发，台湾社会不会像香港那样选择妥协，更不会像乌克兰东部那样存在亲俄势力。CSIS 的兵推甚至设定了一个假设场景，如果解放军真的攻占台北，台湾会出现大规模的城市游击战和地下抵抗运动，类似2战时期的法国反抗军。中共不仅要付出登陆的代价，还要付出长期占领的代价，而长期占领一个敌意社会的成本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高。苏联在阿富汗陷了10年，美国在伊拉克陷了20年，这些前车之鉴中共看得清清楚楚。那有人会问，既然攻打整个台湾本岛代价这么高，那中共会不会先拿下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个情境 CSIS 和其他智库都认真分析过。金门距离厦门只有10公里，马祖距离福州不到20公里，理论上中共1天之内就可以拿下，但是这样做的政治后果非常严重。第一，这等于正式宣战，会立刻触发台湾的全国动员，激发全岛抗战意志。第二，国际社会会立刻把这视为单方面改变现状，启动制裁机制。第三，更关键的是，拿下几个小岛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金门马祖的人口加起来不到20万人，没有半导体工厂，没有战略价值，只有政治象征意义。中共如果只是为了政治象征打一场小战争，得不偿失。所以从理性计算角度，攻打外岛反而比攻打本岛更不划算。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一旦两岸关系极度恶化，中共可能会用攻打外岛作为极限施压的工具。台湾国防部这几年也在不断强化外岛的防御纵深，就是为了让中共连这个选项都觉得不可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战争的经济后果。台湾是全球第21大经济体，但是它的战略价值远远超过 GDP 排名。台湾供应全球 90% 以上的先进逻辑晶片， 70% 以上的记忆体晶片封装测试，半数以上的服务器零组件。苹果、辉达、AMD、高通，所有这些科技巨头没有一家可以离开台湾供应链。彭博经济研究模拟了一个情景，假设台湾半导体产能突然归零，全球先进电子产品的生产会立刻减少 60%， 传统电子产品也会减少 35%。 这是什么概念？意思是全世界的智慧手机、汽车、伺服器、医疗设备全部要停产或者大幅减产，
光是台湾这个小岛，掌握的就是整个21世纪数位文明的命脉。北京如果真的攻打台湾，等于是在按下整个世界的暂停键。而中国自己呢？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是这个工厂烧的是进口原油，运的是出口商品，卖的是外国消费者。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全球航运绕道、马六甲海峡可能被封锁，中国的能源进口和商品出口会双双断流。短短几个月内，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这对于合法性建立在发展奇迹之上的中共政权是难以承受的打击。那为什么北京始终不放弃武力选项？因为这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只要武力威胁存在，台湾就不会敢宣布独立，美国就不会敢彻底抛弃一中政策。北京真正想要的不是打仗，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威胁和拖延等到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比如等到美国衰落到不敢介入，比如等到台湾内部出现亲中势力主动投降，比如等到全球供应链转移到中国掌控的地方。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的战略耐心。而且中共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叫做灰色地带的战争模式，不开火但是不停骚扰，每天派军机军舰绕台，每月举行联合军演，每年发射火箭飞越台湾上空。这种做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开战，而是为了消耗台湾的国防预算和社会神经。每一次解放军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台湾空军就要派出战机升空拦截，光是 F-16 战机的维护成本就是天文数字。长期下来，台湾的国防经费被迫不断增加，军人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飞机的妥善率越来越低。但是 CSIS 的研究员也指出，这种灰色地带战术已经走到了瓶颈。台湾社会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越来越团结，越来越警觉。中共想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逼台湾让步，结果是青蛙跳出了锅。从美国这边看，川普在2025年回到白宫之后，对华政策有些反复，一会儿加关税，一会儿又缓和，但是有一条红线从来没松过，就是对台军售。2025年3月，台湾收到了第一批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海马斯。随后 F-16V 战机、M1I 布兰主战坦克、标枪反坦克飞弹、刺针肩射防空飞弹，一批接一批运到台湾。虽然川普政府一度推迟了一个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但是同年下半年又重新启动。川普的算盘很清楚，台湾是美国对华博弈的关键筹码，卖武器给台湾既能赚钱，又能拖住北京，何乐而不为？北京当然不开心，但是也没办法。CSIS 的学者甚至评估，川普这种交易型的对台政策虽然不够浪漫，但是实际效果反而比过去奥巴马时代的战略模糊更具下阻力。因为川普难以预测，习近平就更不敢轻举妄动。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下半年起，美国商务部长甚至公开呼吁台积电把 40% 的晶片产能搬到美国。虽然这在台湾内部引起极大争议，但是从下组的角度看，这反而是一个有意思的信号。如果美国真的在自己境内建起完整的先进晶片供应链，细盾的部分作用会被分散到美国本土，台湾本身的不可替代性会略微降低。北京可能会因此误判，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动手的代价可以承担。CSIS 的学者就警告过这个风险，去依赖化虽然对长期供应链安全有利，但是短期内可能会弱化下组效应。所以台湾这几年除了强化军备，还在加紧深化和美国、日本、欧洲的科技绑定，确保自己永远是这条供应链上不可绕过的环节。但是 CSIS 和 MIT 的65场兵推给出的答案非常清楚，那个更有利的时机可能永远不会来，因为美国只会更警觉，台湾只会更刺猬化，日本只会更靠拢华府，全球供应链只会加速去中化。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的副标题叫做胜利还不够。美国赢了战争也是输，因为盟友体系崩坏，全球地位重创，国内人民承受不了上万阵亡的冲击。台湾赢了战争也是输，因为经济崩溃，城市残破，3代人的繁荣被一夕清空。日本卷入战争也是输，因为本土遭到飞弹攻击，战后重建将是天文数字。而中国呢，根本不需要打输，光是发动战争这个动作本身就足够把中共政权葬送。所以你看，65场兵推得出的最终结论
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打仗永远是最烂的选择。CSIS 的学者们用最先进的电脑模型，用最复杂的数据分析，用最精密的兵棋推演，绕了一大圈，最后验证的还是2500年前那个中国老祖宗就讲过的道理：台海一旦开打，所有人都输。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担心战争爆发呢？因为兵推不是预测，兵推只是告诉我们在理性决策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从来都不是理性的产物。1914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领导人想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因为一连串的误判和意外，他们还是滑进了战争。1941年，日本军部明知道偷袭珍珠港有可能引发美国全面参战，但是内部的派系斗争和疯狂的战略赌博还是让他们按下了按钮。今天的台海有没有可能滑向同样的命运？这就是 CSIS 的学者们最担心的事情。他们在报告的最后一章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发动战争对中国弊大于利，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战争往往不是由理性决策启动的，而是由情绪推动的，是由误判推动的，是由国内政治压力推动的，是由意外事件推动的。所以即使中共理智上知道不该打，他们也可能在某个关键时刻被推着走。我们不能因为相信北京理性就降低警惕，反而要透过强化下阻来确保即使北京一时失去理智，他也能在按下按钮前及时清醒。对台湾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共的善意，也不能单方面相信美国的承诺。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把自己变成那只刺猬，让每一个解放军士兵在登陆之前都会想，这值得吗？让每一艘登陆舰在出海之前都会想，这风险承受得住吗？让北京中南海的每一个决策者在拍板之前都会想，这代价我们真的付得起吗？ CSIS 的报告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说，下阻成功不是因为一方绝对强大，而是因为双方都清楚地知道战争的代价远远超过收益。65场兵推用上百万个数据点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冰冷的事实：台海战争没有赢家，只有不同程度的输家。中共赢了会把自己的政权葬送，输了会把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彻底击碎。美国赢了会失去全球霸权的根基，输了会彻底退出印太。台湾赢了会用一代人的繁荣换来惨胜，输了则是亡国灭种。日本卷入战争也是输，因为本土遭到飞弹攻击，战后重建将是天文数字。让我们也想想其他国家的处境。韩国一旦台海爆发战争，虽然不一定直接卷入，但是驻韩美军几乎肯定会被抽调支援台海。这时候北韩如果趁火打劫，韩国就要独自面对。菲律宾更惨，美军可能会把菲律宾的基地当作前进指挥所，那么解放军的火箭军几乎一定会把这些基地当作首要目标。吕宋岛和巴丹群岛会直接陷入战火，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会面对最痛苦的抉择，是站在美国这边，还是维持中立？新加坡作为航运枢纽，会看着进出货柜量减半，经济瞬间冻结。欧洲呢？德国汽车工业因为晶片断供而停摆，苹果手机因为台湾零组件断货而无法生产。整个西方的消费电子产业会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准。这就是 CSIS 的学者们不厌其烦强调的一句话：台海战争不只是中美的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每一个方块里都写着数字，这就是 CSIS 和 MIT 用65场兵推给我们的答案，也是为什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5代中共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动手过。他们可能口头强硬，可能演习频繁，可能威胁不断，但是真到了按按钮的那一刻，他们的手都会抖，因为他们手里握的不是统一大业的钥匙，而是中共政权自我毁灭的引信。那么问题来了，未来呢？兵推是基于现有数据的模拟，但是科技在进步，地缘政治在变动。如果有一天解放军真的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会不会就敢动手了？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绝对不能停下变成刺猬的脚步。每多一枚反舰飞弹，每多一架无人机，每多一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
都是在拉长北京动手的时间表，都是在增加和平存活的几率。CSIS 研究员马修·坎西安就明确说过，下组的本质不是要让对方害怕你的进攻能力，而是要让对方害怕进攻你的代价。台湾不需要打赢中国，只需要让中国知道打台湾的代价比不打更高。而且科技的进步不总是对中共有利，无人机战争的兴起反而对防守方更有利。一架价值几百美元的无人机可以炸毁一辆几百万美元的坦克，一架几千美元的自杀无人机群可以击沉一艘几亿美元的登陆舰。台湾在这个趋势上其实占有优势，因为台湾的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是全球最顶尖的，量产便宜无人机的能力远远超过解放军。所以未来几年，如果台湾能够把无人机产业国防化，战时的两岸力量对比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CSIS 的最新分析就指出，无人机可能是台湾最具潜力的不对称武器，没有之一。最后再讲一个让人深思的细节， CSIS 报告的主要作者马克·坎西安在一次访谈里说，他做了一辈子兵推，从来没有像这个项目这样让他失眠，因为其他兵推他都能找到一个明确的赢家，唯独这场台海战争，无论他怎么跑，怎么调参数，最后得出的都是2个字：皆输。他说这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看一场注定发生的悲剧，所有人都在朝悬崖走，所有人都知道下面是万丈深渊，但是没有人能转身。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报告发布会的最后说了一句话，这份报告不是预言，而是警告，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变成现实。